电商情报站 Seven 智取柜引爆0元免运，一招反击虾皮店到店，颠覆物流生态。嗨，我是电商 Tony 陈哦。电商情报站这个系列，我会比较深入的分析台湾电商市场，聊一下我所看到的产业变化或未来可能的发展。然后我的预测都还算准哈，反正我们在业内看起来都是很明白啊。哦，那你可以去考古。很多想做电商创业的人，不是不知道要卖什么，而是不知道要怎么开始。那最常见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串金流物流，因为要搞程式的东西嘛。不知道怎么经营会员，不知道管理网站要怎么做，结果一头热他就栽下去了，才发现说有一堆问题等待解决。那其实你不需要自己一个人摸索。Cyberbiz 专门为电商零售业打造的网络开店系统，除了平台功能完整以外，也有专业的开店团队顾问，可以提供详细的建站步骤引导跟操作的指引。即使没有技术背景，也能轻松上手，协助品牌用最短的时间上线营运，并且提供专业顾问陪跑电商课程资源，来帮助你减少踩坑，少走冤枉路，让你可以把时间跟心力放在最重要的产品跟品牌的经营上面，而不是被繁琐的系统技术问题给卡住。想在网络上做生意，想要少踩坑，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免费试用30天网络开店。这个免费试用是真的可以去做生意的。那上一集我们聊了全联卖 iPhone 破亿，那他到底想干嘛？这次我们来讲Seven 推出智取柜背后的策略是什么？先讲一下这集为什么重要哦。Seven 推出智取柜绝对不是好心，想要让店员轻松一点，而是背后有长远的布局。先透露一点哦，他想要颠覆整个市场的既有格局，所以我们这一集会来说他这个操作背后的目的，并且预测接下来的发展。那我们先来看一篇新闻哦，来标题我念一下。Seven 校正虾皮，智取柜 Q4 登场，微型仓技术能否成为逆转虾皮的压箱宝呢？那内容是这样，就是 Seven 要推出自动化门市取货微型仓，这个设施主打让民众到店取货时能够享受：第一，免到柜台排队；第二，免查找柜号；第三，包裹自动出库。就是说，你到自动自取柜前面按一按，按你的包裹就会吐出来，这样就不用再跟虾皮店到店一样，先吐一个包裹柜号给你，然后你再去找柜子在哪里，然后找的时候不小心可能别人有关上啊或者是什么那变成你要再回去重扫一次条码，怎样又怎样的有的没的。那这个是面向消费者的优点那面向店家的优点就是第一，不需要店员介入。这应该不用解释啊，顶多就是教客人怎么去用那个自取柜这样，然后教个1次2次，他以后都会了。第二，坪效可以提高。你有看过 Seven 的取货柜吗？长这样它就是货架嘛，就是一格一格的，然后可以放包裹。那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它很浪费空间因为你收到的包裹不可能高度就刚好跟柜子高度一样吧，所以多出来的空间就会被浪费掉了。那超商的经营本来就在很讲究坪效这种东西嘛，那你说你可以把包裹叠起来啊，也不行，因为你一叠起来，第一个是不好找那第二个是消费者会客诉，有可能会压坏包裹贵重物品怎样又怎样的，很烦就对了。所以你看，这如果是一个货架就这么大做，因为量很多嘛，那又蹲在这个店里，那坪效真的会变得很低。那统一现在就开发了一套 AI 系统，会去算说包裹怎么放才有效率，去增加坪效的利用率。那效果怎么样你看我划线的地方，据内部目前测试，该微型仓每坪空间能收纳超过100件以上的网购包裹，这样的储存效率比目前市面上的储存格数量大小皆固定的自取柜还要高出1倍以上哇，你看直接多存1倍的包裹量那这个就真的有猛了可以大幅提高坪效。我描述给你听他们在内部报告的时候大概也是这样子讲，就说导入自取柜系统以后，门市包裹收纳容量将提升至原先的2倍，不仅能有效舒缓第一线超商同仁的作业负荷，亦能带动运费收入较过去成长1倍，显著强化物流效能跟营收的体质。这听起来就很猛嘛那我们接下来讲说
Seven 搞自取柜到底是想干嘛？我们来聊一下说为什么 Seven 要搞自取柜。其实刚才标题已经讲了，就是为了对干虾皮店到店因为虾皮店到店扩张速度实在太快，让大家的包裹数量都变少了。你看我划线的地方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薛先生日前出席媒体参叙时表示，几乎同业都受虾皮扩张的影响而减损店取包裹的业绩。那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看重所谓的店取包裹呢？明明它就没多少利润而是说这个店取包裹会为便利商店怎样带来人流我们不要讲别人就问你就好，你去 Seven 领包裹的时候会不会顺便加减买个东西，买个饮料，买个喝的之类的？例如说今天 Seven 包裹到了，那我去领一下顺便买个晚餐好了，怎么那个友善时光就跑出来了那我就买一下。他们要的就是这个顺便提供一个不怎么赚钱的业务，然后可以引流量进来，这是一个带路机的策略。那你顺便一下，他顺便一下大家的来客数就加1就加2这样，然后营业额可能整个就会多加个100块、200块、300块。那你看一整天它可以加多少营业额？所以虽然店取包裹本身不怎么赚钱，但是它的连带收益是很惊人的。好，那虾皮现在有几间店到店？超过2000家那 Seven 门市数量呢？超过7000家，所以它只要一半的门市有改成自取柜，那它马上就可以超过虾皮店到店的门市数量了。那你说超过又怎样？现在大家都这么习惯、这么喜爱虾皮店到店，难道说 Seven 用了自取柜以后，消费者就会转移阵地了吗？所以我们再来讲 Seven 背后可能的盘算是，我们就来讲说 Seven 接下来可能会走什么棋他不可能说他就是摆了自取柜以后就等消费者自己在那边发现这什么再来用用看这不太可能。我的预期是会有以下2招。第一招，与电商平台合作0元免运这一招我个人认为根据经验判断这实现率是100%现实的活动应该说不这样子做的 PM 才是很奇怪因为之前虾皮就已经表演过了，就是虾皮店到店出的时候就已经0元免运，然后也因为0元免运，所以大家狂用虾皮，所以 Seven 不抄这个显然很成功的作业也是很奇怪。那有一件事情要特别讲就是0元免运这件事情做起来很伤成本。所以你看虾皮它怎样，它也没有持续太久那现在的话是购物要到一定的金额才会免运，现在是99啦那有参加活动的店家才会免运，然后也把之前很多虾皮店到店的店员把它变魔术消失掉，改成自取店，就是消费者自助式的这样。你家附近应该也有就是本来虾皮店到店是有店员的然后有一天突然铁门拉下来，然后改装，然后过2天去看店员不见，就变成自取店这样。那 Seven 现在的发展是说，那我就直接弄自取柜反正你已经帮我验证了这个自取柜市场是能接受的所以就没有什么额外支出大钱的问题就是看那个自取柜要多少钱，反正不会比新开家门市还要昂贵。那他摊提到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收入这个投资就可以做。我要表达的事情是 Seven 做0元免运这件事情要付出的成本对他整个集团来说是小的，而且可以持续很久这样所以这个做的几率是相当的大。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跟哪个电商平台合作，这也不用猜首先一定是他自己家的嘛，iOpenMall就是统一自己开的电商平台。那再来是谁？博客来因为博客来就统一旗下它，然后雅虎奇摩拍卖这个也被统一买走，然后最后会是 PC Home。原来 PC Home 的布局是放在这边。之前统一取得了 PC Home 的2席董事，就入股它成为 PC Home 的股东。那现在就是 PC Home 发挥功效的时候那讲到这边先暂停一下，我推荐你回去看 Momo 当日配进攻中南部这支影片，你点右上角就好我有在这支影片分析说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在拼到货速度，到货速度为什么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好，那我们继续讲PC Home 跟 Seven 的自取柜的合作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剧本因为怎样，它可以实现一个口号， PC Home 今天23点前下单，明天早上8点指定门市取货是不是直接到货速度就突然出类拔萃就突然直接干翻 Momo 跟虾皮你说这件事情做起来有很困难吗？也没有因为 PC Home 本来就有在送 Seven
那之前只是为了要配合 Seven 的店员要点货怎么的，才需要半夜的时候来送货，让店员有时间大夜嘛，比较有时间去理货。现在自取柜出来就不用啦，货运司机就直接下货然后一股脑子就这样分门别类丢到自取柜，这样就结束了送货的效率马上就提高，就不用一定要等特定的时间才能安排送货。那这个就是消费者要的嘛到货速度越快越好，然后不要多收运费，最好是免运这样所以如果这一套运行的顺利的话 ，PC 用是有机会开始吃掉 Momo 的份额的，因为对消费者来说，订 PC Home 跟订 Momo 其实没有什么差，东西都一样，那哪个快我就订哪个，现在哪边有免运我就去订，大概就是这样。再来我们来讲 PC Home 会出的第二招成为无人商店布局中的一环。这一招我个人认为实现的几率大概30%左右因为要调整的幅度比较大，成本比较大无人商店，你是不是都忘记这个名字了以前叫好不叫座的无人商店，雷声大雨点小，之前他们说什么可以全面取代店员怎样又怎样，然后现在好像也没有发展起来，但 Seven 其实一直都有在尝试发展。例如说 X Store 一店是在2018年开幕的，然后它现在也开到8店了8店是2024年11月开的，那8店的系统辨识能力是比7店更强的， SKU 的规模扩增到1600多项，是7店的5倍，并且把多温层鲜食、冷冻冰品都纳入感知的范围。也就是说 Seven 并没有放弃无人商店，还在不断的迭代它的技术当中，这个也很合理你看 Seven 有7000多家，一家店有4个店员就好，这样他要养多少店员？28000他怎么样会划算？一定是想办法把店员看怎么样人数减少现在又很难真人，缺工嘛，所以发展无人商店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策略即使看不到什么厉害的应用，他也要去发展，因为缺工少子化一定会越来越严重。为什么要讲到无人商店因为自取柜就可以被视为是无人商店策略的一环。例如说自取柜可以做到自动入库、调整仓位跟自动出库那你是不是也可以把一些商品就直接放到自取柜里面去卖，对不对？然后就在消费者取货的时候顺便加购商品，例如说买便当折10块之类的，让他顺便连这个便当都拿了，那消费场景又跑出来了。所以你可以像虾皮店到店一样找个地方放自取柜，给人家领包裹，然后顺便卖你的商品这样。甚至我说的极端一点，有一些 Seven 的直营店的业绩不好，那就可以整间改成自取柜，然后在那边给人家收货就好，顺便卖点小东西就可以了。又或者是说现在有些 Seven 就是因为招不到人来做大夜班，所以就变成说当然 Seven 是会关的呢，真的它会有一个时间，像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它在晚上12点它会关门呢关门到早上6点才开门这样，因为招不到人因为算起来效益不 OK 那变成说晚上铁门拉下来那就改一改装潢把自取柜那一区跟一般商品中间做一个铁门就像现在银行跟提款机这样，你非营业时间过去那边有 ATM 还可以用，但是银行已经关门了，那这样你还是能实现所谓的24小时取货，然后顺便卖之前没有卖完的什么 i 真实之类，那也直接塞到自取柜里面，看看能不能5折一起卖掉可以同时解掉人事成本跟商品报废的问题。只是这个做法会牵扯到很多流程的改变，就变成一个大型的自动贩卖机，这样做起来不容易，所以我说实现的几率是比较低的。但如果我是这个专案的 PM 的话，要做长期规划，一定也会走这条路就是搭配这个自取柜，然后规划出一个空间，然后去做这大型的无人贩卖机就对了。好，最后你要知道跟品牌电商的关系是什么。那你问我说这件事情跟我们品牌电商来说有什么关系我的看法是就现在还没什么关系那我们就好好看戏，看这些巨头乱打神仙打架。之前我们有说下半年的电商会很精彩，你看是不是逐渐发生了？酷鹏发起了价格战，虾皮到处找人做大规模的分润合作，Momo也拼了前不久开出中南部当日到货，那现在就是统一统一出招了，这个自取柜最后鹿死谁手我也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但我当然还是希望台湾的电商要赢台湾的通路要赢不然钱都被外国的公司赚走。那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的话，我觉得或许你可以把 iOpen Mode 开起来如果我们的预测正确，接下来的 iOpen Mode 应该也会出现所谓的大免运时代，
在意运费的消费者可能就往这边跑，可能可以吃到一点点红利。但不要忘了，iOpenMall 毕竟是别人家的船你是上别人家的船去打工的，红利可以说放就放0元免运可以说放就放，但是也可以说收就收。你还是要养自己的基地，自己的品牌官网，然后看怎么样把这些比较重视 CP 值的会员变成你的品牌客户，那这样才不用担心说会被通路平台绑架这种案例太多了，数不胜数。那大概就是这样，或是你认为有什么其他的发展也欢迎分享，我们可以在留言区讨论。那今天的分享先到这边，给你做个参考。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分析对你有帮助也想看到更多更深入的产业分析，我开了 YouTube 频道会员，欢迎你加入成为 YouTube 频道会员，直接用钱支持我，让我可以投入更多的心力，制作出更清楚、更深入、更好看的内容来给你看。讲八卦我跟你讨论一下成本问题就是说自建官网跟使用开店平台，为什么开店平台会大行其道？你现在应该很少听到有人自建官网，如果有，他也不是自己开始开发嘛，他也是去用一些服务嘛那就开店平台。你想想看，是不是在2017年前后那还动不动有品牌说要自建官网，然后花几十万几百万去做开发那现在几乎都听不到了，都是先用开店平台，就像 Cyberbiz 这样子的，之后再说。原因当然是成本那听起来这跟今天的影片内容是没有关系，但其实有你看看今天的主题是不是说 Seven 的自取柜要出现了那假设你是自建官网的品牌电商，那你想要用这个 Seven 自取柜新的服务，你当然是想说要给消费者提供更多元的取货方式，来促进消费，提高业绩嘛。好，那这时候怎么做你现在的官网就没有，那你想要新增这个物流，那你要怎么做就要跟 Seven 旗下的资讯公司，他们肥水不落外人田，因为他家大业大有自己成立一个，那就包给自己旗下的公司去做开发，那你就要跟他打合约，看怎样去接入他的系统，还要看他系统给不给接嘞那搞合约或是使用费的部分以外，你还有程式的题目要解就是你有没有工程师可以去接。那未看先猜大部分都会使用 Java， 比较老派的公司都这样。那接了以后还要搞测试，同时你家网站也是要改写的这不是一个电灯开关按了就亮关了就按也要改写的。包含什么？包含结账页面，你要让消费者可以选得到这种新的物流方式可以选超商嘛，就是一个超商地图嘛，但这边就要去接 Seven 的图资了。完成下单以后，你还要让消费者在订单回查的页面可以去查他的货态，对不对？出货状态，就看是不是已经到柜。这边也要串 Seven 的物流系统啊，它资料才打得回来就是你为了这件事情，然后新增一个物流。好，你的自建官网的话，你前台后台你都要大改，你还要有工程师的同仁。工程师说起码2个月就要等，再加上维护。维护是这样往后 Seven 端那一端突然改什么东西没有通知你，你突然消费者下单就卡住就不能用或是他有通知你没有看到，就会发生这种情况。那你工程师就要多一个每日维护工作，来看 Seven 的源头有没有出现什么改动身为老板，你的钱就是养人这样子去花掉的至于说开通 Seven 自取柜这个功能到底能创造多少业绩嘞？不知道。不知道的情况下，你要不要做同理物流还有一大堆方式。来，你看2大阵营，宅配、超取。宅配阵营里头又有黑猫、宅配通等等4大品牌，然后4大品牌里面各自又还有常温、冷链物流，冷链里头还有分冷冻跟冷藏，对不对？就很复杂。超商取货又有 Seven 全家莱尔富OK 4大通路，其中又有变化球超商的店到店超商的大众寄仓。那物流的变化，这每一个通通都是去谈合约，然后慢慢把它接起来，然后每个都要维护都是这样。物流的变化球还远远不止我提到的这个题目因为现在还有跨境电商国际的物流有的没的，这还只是物流嘞，还没有提更复杂的金流嘞。反正电商就是这样，你摸到钱，什么事情都会变得很复杂。好，那金流怎么办？那么多家银行那么多家超商，超商取货付款嘛，那么多家超商，通通都要有一个一个去把它接起来的服务，
自建官网就是这样，如果你用，你什么都要自干。一个工程师绝对是做不完所有的金流跟物流跟维护的，就会变成养了3到5个工程师啊。工程师年薪又不便宜，你品牌做出来的营收基本上就是拿去养人，甚至还很容易赔钱。你在业绩还没发展起来的时候，就很容易挂掉。你跟我说啊，我可以串第三方啊，不用工程师啊，我自己那个用文件照着串就好，可以啊，可以，当然可以。可是你换个角度看Cyberbiz 不就长得很像你说的这种第三方金流、物流各家他都串好了，刚好怎样？这个第三方他又可以上架商品刚好怎样？这个第三方他行销功能又齐全，刚好怎样？这个第三方他会员系统什么升级、降级、自动化的，这通都有了。那你刚好不直接用 Cyberbiz 这种开店平台，你何苦一定要花大价钱养团队，风风火火的自己在那边自干所以市场就是这样变化的。刚开始大家都在自干，开店平台就眼睁睁的看着各路英雄好汉通通都去养人，通通把购物车在世界范围之内重写一定超过10万次，就来写个购物车这样索性就把有关工程师的事情通通都包起来，帮大家一起结掉，大家就用我开发的系统就好了，可以节省你大量的时间跟费用。养人我就帮大家养了串接我也帮大家串了要给我利润让我活下去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这样就可以持续去追赶新的功能。像现在又要出来这个什么 Seven 自取柜，品牌商看一看，哎呦有道理有搞头那我也要。到时候就是怎样？就是直接用开店平台，它怎样都比你自己去养工程师团队还要便宜很多的。所以开店平台的市场这样自然成型。系统商就是在帮客户搞定这些工程师的事情，客户只管引流量去做生意就好了。这就是开店平台的立足根基就这样。反正你光算工程师的薪水的话，你都可以说像 Cyberbiz 这一套系统1年的开发跟维护费已经远超过新台币1000万元了。那你干嘛要自干那你就直接用顶级的产品，这样就好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看到新的金流、物流、行销功能跑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怕，你知道吗？因为大量的工作又多，又要谈合约，又很复杂的工作又要喷出来了。但系统上就是这样，就枪炮弹药都帮你准备好，你只管打仗就好了。品牌商现在除了第一点就是超级特殊的功能需求第二点超级特殊的合约要求。这是讲说比方说军方的标案它就有规定要用什么来，时至今日品牌电商已经没有理由不使用开店平台来起步了。根据我们的经验使用电商官网年营收你到突破年营收10亿以前，你都不用换。